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有些人表面上笑得和和气气，但转过身却在背后捅你一刀。或者，你明明只是聊聊天，对方却突然冷下来，让你完全搞不懂自己哪里惹到他。其实，人类的情绪从来就藏不住，就算嘴巴再会掩饰，身体早就出卖了你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，叫做《看穿内心情绪的行为暗示心理学》，作者是日本知名心理学家内藤一人。他要教我们一个超实用的能力，不用超能力也能看懂别人心里在想什么。作者说，人际关系几乎是现代人最大的压力来源。有时不是我们不会说话，而是我们看不懂对方的情绪。其实，从一个人说话的语气、动作、姿势，甚至走路的方式，都能偷看到他内心真实的状态。但要做到这件事，有个关键，对人保持兴趣。因为如果你根本懒得关心，就算对方表现得再明显，你也看不出来。作者在书里提到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，叫出丑效应，意思是太完美的人反而让人有距离，但如果一个人偶尔有点小巧、小失误，反而更容易被喜欢。所以当你想要打开别人的心房，适度地展现一些不完美，反而会更有人味。还有一个小诀窍，聊天时听和说的比例最好是8:2。当你多听少讲，对方会感觉被理解，也更容易敞开心房。这时候他就会不知不觉说出真心话。接下来书中讲到最有趣的一部分，人类的身体语言。有没有注意到，有些人讲话吞吞吐吐，声音小又断断续续？其实，这通常是因为内心焦虑或缺乏自信。再看看坐姿，双脚张开的人多半比较有自信，但如果脚紧紧并拢，那是防卫性的象征。特别是在面对不熟的人时，人们会下意识地想要保护自己最脆弱的部位。还有一个超实用观察法，如果对方在聊天时脚尖不断朝门口或出口方向，那很可能他其实早就想走了。虽然他嘴上在应付你，但身体已经诚实表达我想离开。再来看焦虑时的动作，最经典的就是揉脖子。作者说，人焦虑时会想摸脖子后方，因为那里有很多迷走神经，轻拍或按摩可以帮助降心跳，稳定情绪。所以下次你看到主管边开会边揉脖子，拜托赶快切重点讲结论，因为他很可能已经快爆炸了。人跟人之间最大的误会，往往不是说错话，而是听不懂话中有话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提案，对方回你一句我有点不太懂你的意思，这时候你是不是很努力想解释？但书里说，这句我不懂其实是我不喜欢的礼貌版，他不是不懂，是不想懂。所以别急着解释，先读懂对方的情绪。还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，叫做门把效应。心理咨商师发现，很多人都会在要离开的一刻，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，才突然说出最重要的真心话，因为那时候警戒心最低。所以下次你想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，可以试试在对话快结束时顺口问一句，往往能听到最真实的答案。另外一个技巧叫反射话术，简单说就是重复对方的情绪，
像是他说：“哎，最近工作压力好大。”你可以回：“真的很累吧？”当你回应他情绪而不是内容，他会感觉被理解，也会更信任你。这招非常实用，不管是职场、恋爱还是家庭。除了语言和表情，其实一个人平常的生活习惯也藏住心理线索。比方说，常迟到的人不一定懒，但多半代表不重视这段关系。如果他从不迟到别人的约会，却每次都让你等，那答案就很明显了。老是忘记你说过的话，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在乎。重要的人，重要的事，没有人会忘。把钱花在哪里，也能看出个性。花在学习、旅行的人通常心胸开放；花在保险、健身的人生活有规划；花在美食或交际的人热情外向；而一毛不拔的人通常比较神经质，容易焦虑。走路方式也能看出情绪。心理学实验发现，快乐的人走路会大步流星，手摆得很开，而悲伤的人则会低头，动作小。下次在捷运站观察一下，你就能感觉谁今天开心，谁心情不好。书的最后，作者说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：人类的直觉其实比你想象的准确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不懂别人的情绪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觉，而是我们选择忽略了那个直觉。你是不是也常有这种感觉？虽然他笑着，但我总觉得他在生气，或者我说的话他没反应，可是气氛怪怪的。那个怪怪的感觉，就是你内心的读心术在发挥作用。所以，看穿内心情绪的行为，暗示心理学教我们的，不是要你变成心理侦探，而是要你更懂得观察和感受。当你懂得察言观色，不但能避免误会，也能让你更贴近人心。最后想跟你分享这本书带给我的一句启发：看穿别人的情绪，不是为了操控，而是为了理解。当你学会读懂他人的行为暗示，你就能在人际关系里少受一点伤，少一点误会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你也会更懂得看见自己的情绪。因为那些你观察别人的技巧，其实也是了解自己的镜子。